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杨紫国际小狗日晒爱犬，戏里千面，戏外温柔又向善。在当下的娱乐语境中，演员的公众形象往往被切割为作品中的角色与现实中的本人两个维度。然而，对杨紫来说，这两者却并非割裂存在，而是在时间与经历的叠加中，逐渐交织成一种更为完整，也更具说服力的人物轮廓。2026年3月23日是国际小狗日，当天，杨紫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与爱犬的合照，配文简洁直白：“我爱我的小 PIU。”照片中的她没有精致妆容，也没有刻意营造的光影氛围，只是戴着一副复古墨镜，轻轻贴着熟睡的小狗，神情温柔而放松。另一张照片里，她与小狗头挨着头，眉眼弯弯，笑意自然流露。这种几乎没有修饰的日常瞬间，却意外地引发了广泛关注，也迅速登上热搜。这只名叫 Piwa 的比熊犬，并不是短暂出现在他生活中的宠物符号，而是陪伴他长达15年的家人。从18岁生日时收到这份礼物开始，Piwa 几乎见证了他从青涩少女到成熟演员的全部历程。疾病、手术、工作压力，这只小狗始终陪伴在侧。粉丝熟知的细节是，它会因为直播时 Piwa 困了而提前结束，也会在片场与流浪动物互动后，回家第一时间抱一抱 Piwa， 仿佛是在完成一种情感上的补偿。这些看似细微的生活片段，构成了它柔软、稳定的一面。但如果将时间线向前推移12天，就会看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场景。3月11日，杨紫在飞机上收到了一份来自青海省委宣传部的正式聘书，被聘为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这一身份的获得并非偶然，而是与他此前完成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紧密相关。生命树，该剧于2026年1月30日在央视播出。杨紫在剧中饰演高原巡山女警白菊。为了呈现角色的真实状态，剧组在青海可可西里海拔接近4800米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88天的实景拍摄。极端的自然环境对演员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检验。杨紫全程素颜出镜，脸上带着明显的高原红，为贴近角色主动减重，身体一度出现血氧偏低的情况。这样的拍摄经历使表演不再只是技术层面的呈现，而成为身体与意志的双重参与。生命树播出后，在口碑与社会影响层面均取得不俗成绩。剧中那句"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的台词，被相关文旅部门采用为公益宣传语，成为一种从文艺表达向现实传播转化的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是，这部剧唤起了公众对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关注，相关旅游搜索量与公益捐赠均出现明显增长。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部剧集的成功，更是一种现实议题被有效放大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份聘书的到来显得顺理成章。杨紫在收到聘书后写道：“希望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人看到青海的纯净与壮美，也看到那些默默守护生态的人们。”这段表达中没有刻意的宏大叙事，却传递出一种真实而克制的责任感。有趣的是，他在文中将生命树称为小树，这个带有亲密意味的称呼，仿佛在暗示，这段经历并未随着剧集收官而结束，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到了现实生活之中。他至今仍未更换的社交头像剧中角色白菊的形象，也成为这种延续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杨紫在2026年初的状态正处于一种角色外溢的阶段。她在剧中所塑造的价值观与情感经验，
并未停留在文本内部，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转化为现实中的公共角色。这种由作品推动现实的路径，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中并不常见，却极具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他有3部作品入选央视年度片单，除了已经播出的《生命树》，还包括古装题材的《真娘传》以及民国题材的《玉兰花开君再来》。前者聚焦徽墨非遗传承，他饰演制墨女匠人；后者则改编自真实人物故事，需要跨越角色一生的时间维度完成表演。从题材选择来看，他正在主动拓宽表演边界，从仙侠、古装逐渐过渡到现实与历史题材并重的路径。如果回溯他过往的角色轨迹，从《家有儿女》中的夏雪，到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锦觅，再到长相思中的小妖，每一个阶段都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到了生命树的白菊，这种人物记忆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不再只是情感叙事中的核心角色，而成为现实议题中的一部分。然而，与这些看似宏大的职业轨迹形成对照的，是他在生活中的退一步。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未来的计划时说：“希望能停下来歇一歇。”这句话放在一个正处于事业高峰、作品不断的演员身上，显得颇为克制，甚至反常。但从国际小狗日那条微博来看，他确实在尝试这样做，用最简单的方式记录生活，而非持续输出职业内容。也正是在这种张弛之间，杨紫的形象逐渐变得立体。一方面，她可以在高原风沙中完成长时间的高强度拍摄，以近乎去偶像化的方式塑造角色；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在家中抱着陪伴多年的小狗，安静地分享一段不带任何宣传目的的日常。如果说高原上的188天是一种向外的延展，那么与 Pua 相处的时刻，则是一种向内的回归。前者关乎职业、责任与公共意义，后者则关乎情感、陪伴与个体生活。这两种状态并非对立，而是共同构成了他在当下阶段的真实面貌。生命树中有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戏，白菊在暴风雪中迷失方向，对着天空发射信号弹，嘶哑地喊出“我在这”。这是一个关于存在感的瞬间，在极端环境中确认自我位置。戏内如此，戏外亦然。杨紫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停留半年，身体留下的痕迹很久才消退，但他将这段经历视为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当他在返程的飞机上收到那份盖着红章的聘书时，这种存在感似乎得到了现实的回应。他拍下照片，记录下那一刻的情绪。10几天后，他又用一条简单的微博记录下与小狗相拥的温度。一份正式的聘书，与一句“我爱我的小 PIU”， 一段高原上的风沙记忆，与沙发上的柔软时光，这些看似分散的片段，在2026年的春天，被同时安放在他的生活之中，也拼接出一个更为真实而完整的杨紫。